魔王波旬，他不阻止你做好事。上一期我们聊了第10天，欲界6天第2层的天王，一个把好事做到极致的人，投身到了善业能送达的最高处，然后发现那个地方长得跟人间一模一样。他去找佛陀问法，佛陀告诉他，冲突的根源在意识内部，不在外面。第10天看到了出口，但欲界6天最顶上那一层还住着另一个角色，他不像第10天那样做好事，他做一件更狠的事，他让你觉得做好事就够了，他不挡你的路，他让你以为路已经到头了。他的名字叫波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这期是第10天那期的姐妹篇。如果第10天的故事是善业的天花板，那波旬的故事就是那个不让你看到天花板的人。这2期合在一起看，你会看到佛教宇宙观里一个极其精妙的设计。先说波旬是谁？波旬是欲界6天最顶层他化自在天的天主，梵语叫摩罗，巴利语叫摩罗，意思是杀者，也可以翻译成障碍。中文佛经里通常叫他魔王波旬或者第6天魔王。注意他住的地方，他化自在天，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条线索。他化自在，意思是享受他人所化之乐而得自在。什么意思呢？更低层的天人想要快乐还得自己创造，化乐天的天人可以自己变化出快乐，但他化自在天的天人不需要自己动手，他们享用的是别人创造的快乐。你品一下这个设定，不需要自己动手就能享受一切，这不就是控制的终极形态吗？不是自己去获取，而是让整个系统为你运转。你想想，现实中什么人是这样的？不是底层的劳动者，不是中层的管理者，是那些坐在系统顶端，让整个体系为自己服务的人。他们不需要亲手做任何事，但所有的利益最终都流向他们。波旬就是这个天界的天主，他不是一个在黑暗角落里躲着的恶魔，他不是西方宗教里那个堕落天使，不是一个被打入地下的失败者。恰恰相反，他是欲界的最高统治者。整个欲望世界6层天加上人间加上3恶道，全都在他的管辖范围内。只要你还有欲望，你就在他的地盘上。第10天是他的下属，4天王是他的下属，连人间的一切众生都在他的系统里运转。所以你看，波旬的可怕不在于他有多邪恶，而在于他的位置。他不需要做任何坏事，他只需要确保一件事，你不要离开欲界。你在欲界里做好事做坏事，轮回升天轮回堕落都没关系，只要你不走出去，你就永远在他的供应商名单上。这就是为什么佛经里波旬从来不阻止你行善。你做好事积累福报投身天界，波旬完全不介意，因为天界还是欲界。第10天做了那么多好事，住在当力天，那也是波旬管辖的范围。波旬真正害怕的只有一件事，你开始往外看了。现在我们来看波旬最著名的那次出场，菩提树下的降魔。很多人把这个故事理解成一场战争，魔王带着大军来攻打即将成佛的悉达多，刀剑齐飞，天崩地裂，最后佛陀以手触地，大地为震，魔军溃败。这是传统叙事的画面，非常震撼。但如果你只看到战争，你就错过了这个故事最深刻的一层。巴利经典精进经里记录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版本。波旬来到正在苦行的悉达多面前，没有带军队，也没有带武器。他说的第一句话是：你这么瘦弱，面色这么苍白，你快要死了，还是活下去吧。活着你还能做善事，还能祭火修行，还能积累功德，何必要这样折磨自己呢？你听清楚了吗？波旬的第一招不是威胁，不是恐吓，他的第一招是劝你做好事。他说，活着比死了好，活着还能行善积德嘛。这就是波旬最可怕的地方，他不用刀，他用道理，而且他用的道理听起来还挺对的。谁会觉得做好事有问题呢？谁会觉得活着积累功德有问题呢？但悉达多看穿了这句话背后的逻辑。波旬不是在劝他做好事，
波旬是在劝他不要跨出那一步，留在善业的框架里，留在轮回的循环里，留在欲界的管辖范围里，做好事得好报，再做好事再得好报，永远循环，永远不出去。佛陀怎么回答的？他说，波旬，我认出你了。然后他列出了波旬的军队，注意这些军队的名字，第一军叫欲望，第二军叫不满，第三军叫饥渴，第四军叫贪爱，第五军叫昏沉和懒惰，第六军叫恐惧，第七军叫疑惑，第八军叫虚伪和麻木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些军队没有一支是外在的敌人，全部都是内在的心理状态，欲望、不满、饥渴、贪爱、懒惰、恐惧、疑惑、虚伪，这就是波旬的全部兵力。他不需要真刀真枪，你自己内心的这些东西就是他最忠实的士兵。这是我觉得整个降魔故事最精妙的翻转。表面上是佛陀打败了外在的魔王，实际上是佛陀看穿了内在的全部心理机制。降魔不是一场战争，是一次彻底的自我诊断。你再回去看菩提树下那个场景，波旬先派了3个女儿来，经典里记载她们的名字分别是可爱、不满和贪欲。你注意这3个名字，可爱是想要得到，不满是对现状的拒绝，贪欲是对快感的追逐。这不是3个人，这是你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运转的3种心理程序。你刷手机是因为可爱，你焦虑是因为不满，你停不下来是因为贪欲。波旬的3个女儿没有离开过你家，她们一直住在你脑子里。但波旬不只在菩提树下出现过一次，他在整部巴利经典里反复出场，而且出场的模式非常一致。每当有人快要突破的时候，他就来了。他出现在修行者面前，有时候伪装成年轻人，有时候伪装成老人，有时候甚至不用伪装，就以一个声音的形式出现在你脑子里。他说的话永远不是威胁，他说的话永远是那种听起来特别合理的建议。你修得太苦了，不如休息一下吧。你已经很好了，何必还要精进呢？你看看外面的世界多美好，何必执着于出离呢？巴利经典相应部里有一组叫魔相应的经文，专门记录波旬出现的场景。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出现在比丘尼面前的那些故事。波旬对一位叫苏摩的比丘尼说，你是女人，女人的智慧只有2个手指宽，你怎么可能证得圣果呢？你看他用的什么手法？他不是说你不行，他是给你一个身份标签，然后用这个标签来定义你的上限。你是女人，所以你的上限就在这里。你是凡夫，所以你最多就到这里。你是在家人，所以出世间的东西跟你没关系。每一个标签都是一道天花板，但这个天花板不是他装的，是你自己认同了这个标签之后自己装上去的。苏摩怎么回答？他说，当心已得定，当智慧光明觉照，当如实关键正法，女性的形体与此有何关系？他一句话就把波旬的逻辑拆掉了。你的标签不能定义你的证悟，你的身份不能限制你的觉醒。波旬的全部力量建立在你认同那个标签的基础上，一旦你不认同了，他就没有抓手了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要拆解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波旬到底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外在实体，还是你内心机制的一个隐喻？佛教传统里2种理解都有，但后来的注释文献给出了一个非常精妙的分类。波旬不是一种存在，波旬是5种存在。第一种叫天子魔，这就是那个住在他化自在天的具体天主，一个有名有姓的存在。第二种叫烦恼魔，贪嗔痴慢疑，你心里所有的烦恼都是魔。第三种叫五蕴魔，你的色受想行识，你的身体和心理的全部组成本身就是魔。第四种叫死魔，死亡本身就是魔，因为死亡让你恐惧，恐惧让你执取。第5种叫业魔，你过去所有行为留下的惯性模式，推动你不断重复旧的反应，这个惯性本身就是魔。5种魔，只有第1种是外在的，其余4种全在你身上。而且最可怕的是第3种五蕴魔，他说的是什么？
你的身体、你的感受、你的想法、你的意志、你的意识，这些组成你的东西本身就是牢笼。你不需要一个外在的魔王来困住你，你自己的身心结构就是最精密的牢笼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？你打坐的时候，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了，突然膝盖一阵酸痛，你所有的注意力瞬间被拉回身体。或者你正在思考一个很深的问题，突然肚子饿了，整个思路立刻断掉。这就是五蕴魔，不是有人在干扰你，是你自己的身心在把你往回拽。它不是故意的，它是结构性的。你的身体就是被设计成会饿、会痛、会累的，这套设计本身就是欲界的一部分。这就是波旬和第十天最根本的区别。第十天是一个人，一个做了好事的好人。波旬不只是一个人，它是一种结构，它是欲望本身的人格化，它是你内心那个说够了，别走了，留下来吧的声音。你生活中有没有听到过这个声音？你下定决心要改变某个习惯的时候，心里有没有一个声音说算了吧，你已经做得够好了？你想要深入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声音说想那么多干嘛，差不多得了？你感受到内心深处某种不安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声音说别往那个方向看了，来看点好玩的吧？那个声音就是波旬，它不恐吓你，它安抚你，它让你在舒适区里待着，然后告诉你舒适区就是全世界。我们把两期放在一起看，第十天代表的是善业的天花板，你做好事能做到的最高点。波旬代表的是欲望的地板，你以为已经到底了，但它告诉你不用往下挖了。一个是向上的极限，一个是向下的障碍，两个一起就画出了欲界的完整边界。第十天的故事让你知道做好人是必要的，但不够。波旬的故事让你知道有一种力量在阻止你意识到不够。第十天看到了出口，波旬不让你看到出口在哪里。但波旬还做了一件事，这件事是整个故事里最让我心惊的部分。佛陀成道之后弘法45年，到了80岁那年，波旬再次出现了。这一次他说的话非常简单，他说世尊，你已经度了这么多人了，你的弟子已经遍布四方了，佛法已经兴盛了，你可以入灭了。你品一下这个策略。45年前在菩提树下，波旬劝悉达多不要成佛，失败了。现在他换了一个策略，他不再阻止佛法，他劝佛法够了，你已经做得足够多了，可以停了，可以休息了。这不是同一招吗？只是换了一个包装。菩提树下他说你何必修行呢？做好事就够了。涅槃前他说你何必继续弘法呢？你已经做得够多了。逻辑是一样的，够了，停下来，不用再往前了。佛陀答应了，他宣布3个月后将入涅槃。为什么答应？这个问题佛教内部讨论了2500年，至今没有定论。也许佛陀看到了因缘确实到了，也许佛陀知道法已经种下了，剩下的要靠每个人自己去走。也许对一个已经彻底看清了一切的人来说，入灭和不入灭本来就没有区别。但不管原因是什么，波旬的这次出场告诉了我们一件事，他的终极策略从来不是阻止你开始，而是让你觉得可以停了。从头到尾45年，他只有一招，够了，回到你自己身上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搞混的地方，你一定要分清楚。当你在追逐金钱、名利、欲望的赛道上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声音说够了，别再追了。那个声音很可能不是波旬，那是觉醒在敲你的门。佛陀自己都说少欲知足，在欲望的方向上懂得够了，恰恰是智慧的开始。但是当你开始修行了，开始往内看了，开始试图放下执取，穿透无明的时候，心里冒出一个声音说够了，你已经修得够好了，别再深入了，差不多得了。那个声音才是波旬，它不在你贪婪的时候出现，它在你快要清醒的时候出现。它的够了专门堵在觉醒的路上。所以你这辈子最危险的时刻，不是遇到困难想放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至少知道自己在挣扎。最危险的时刻
是你在精进的路上一切顺利，然后觉得够了的时候。够了这两个字就是波旬最温柔的武器。第10天是你的镜子，它让你看到善业做到极致是什么样子。波旬也是你的镜子，它让你看到阻止你往前走的从来不是外在的敌人，而是你自己心里那个说够了的声音。两面镜子照出了欲界的全部真相，一面照出天花板，一面照出守门人。而你站在中间，决定是继续留在这栋楼里，还是走出去看看外面的天空。但我想提醒你一件事，佛陀在菩提树下降魔的时候，他没有消灭波旬。经典里从来没有说波旬被杀了，被关起来了，或者不存在了。佛陀只是说了一句话，波旬，我认出你了。认出你了，不是打败你了，不是消灭你了，是认出你了。这句话的分量比任何武器都重，因为波旬的全部力量建立在你不认识他的基础上。你以为那个说够了的声音是你自己的理性判断，你以为那个劝你别折腾的念头是成熟的智慧，你以为那个让你舒舒服服待着的冲动是正常的人性需求。你不知道那是波旬。一旦你认出他了，他的魔法就失效了一大半。他还在，欲望还在，恐惧还在，懒惰还在，但你不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，因为你看见了牵你的那条绳子。你觉得波旬这个角色跟你自己内心的某种声音有没有对应？你有没有在某个关键时刻听到过那个说够了的声音？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